数学课上，老师让班里的大聪明解题：如果有一辆火车从波士顿开往纽约，下午3点出发，速度为60英里每小时；另一辆火车从相反方向驶来，4点出发，速度为40英里每小时，两车何时碰头？大聪明使出浑身解数，可惜解开答案的速度还是太慢。轰的一声，两辆火车驶来，学校炸了。本节的主题是好多火车。一位老顽童坐上飞机，不停地埋怨这种新式交通工具。遥想西部时代，滚滚而来的火车布遍全国，人们挤在这种地上飞机里，一手雪茄一手酒，开疆扩土，建设家园，迎来清教徒们崭新的未来。时至今日，老顽童思念着旧时代的影子，掏出吉他为其唱上一首赞歌。这个故事有关美国梦，所有火车都分秒不差，蒸汽机带领国家前进。在那铁道和车轮背后，有一位伟大的英雄，号称铁道侠。传说他以煤为眼，以铁路道钉为标志，在大众点评网上被评为7颗星，脸书上拥有11点赞。他主导着城镇间的连接，把铁路铺满美利坚，穿越旧金山，驶过田纳西，飞渡格兰德河，登上珠穆朗玛峰，造一个最高的迪士尼乐园。要不是因为那一天，他的传奇将一直延续下去。那黑暗的一天，莱特兄弟这对小瘪三发明了飞机，他们嘲笑铁路侠，说飞机不需要铁路也能运送人，不需要蒸汽就能驰骋四方，火车产业将日渐消亡，铁道侠的梦想也将灰飞烟灭，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铁道侠很不甘心，他又逆流而上，以一己之力拯救没落的火车时代。他大骂莱特兄弟，如果上帝想让人类飞，那我们应该出生在鸟巢里，他要让那对小瘪三吃拳头闻臭屁。莱特兄弟当即发起了挑战，他们赌蒸汽火车不能做大翻转，这种炫酷的空中特技，如果铁道侠能证明哥俩说错了，他们保证带着飞机离开美利坚，永远不会再回来。要是铁道侠输了，他们就把铁轨全吃下去。铁道侠勇敢地接受了挑战，他忍受着莱特兄弟的嘲笑，埋头设计开发，无奈即使是英雄也无法违抗物理定律。铁道侠用1个月建好了大转盘，把全镇的人召集起来，打算让他们见证奇迹。火车顺着铁轨扶摇直上，开到最高处时掉下来，摔成了一堆废铁。铁道侠遭受惨败，终于接受了自己被时代抛下的现实。但他在临死之前，用铁轨当笔，大理当信纸，给那些乘飞机的人写了封信。老顽童弹唱到这里，乘客们全都趴在一侧窗前，去看地上写着什么。呀死啦嘞，莱特小瘪三儿！飞机重心一歪，终于坠毁，上演了空中的无人生还。NVM 新闻抢先报道，提醒观众朋友们，坐飞机有风险，凑热闹需谨慎。现在转接实地记者巴小爱来看下一则新闻：神秘富豪创办斗牛犬收养中心，只会喊口号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学着点。古有佛祖割肉喂鹰，今天富豪为了证明斗牛犬没有凶性，奉献自身给小可爱们当了午餐。下一则新闻：某男子在公园晨练，意外发现一截断肢。警方通过8天8夜的仔细调查，确认它是一条人腿。欢迎观众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认领，认领者需要拍摄4支照片，以方便警方核对。现在把话筒交给小黄。NVM 的新档节目《大神厨房》，真正的大神不是指特邀嘉宾米其林5星行政大厨，而是我们的主持人嘴遁大神小黄。他将用自己诙谐幽默的语言和丰富的肢体动作，不停地打断大厨的做饭过程，证明自己的厨艺天下无敌。在小黄的一顿节目效果轰炸下，他成功让厨房变得火热朝天。小黄隔空喊话：小七前辈，我要火了！为了节省经费 ，NVM 的节目都是挤在一个房间拍摄的。演播室突然遭遇地震，因为大火引爆了煤气罐，嘴派大厨小黄惨烈捐躯。NVM 总部大楼的震动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是地震，将城市的主干道撕开一条裂缝，单日造成10万起交通事故，裂口喷出红莲地火。因为消防队正在休假，火灾一发不可收拾，迅速席卷全州，包围全国。天佑美利坚，东部是滔天火海，西部是异常气候引来的蝗灾，他们将在中部碰头，变成更强的火焰黄涡。那么书归正题，已知蝗灾速度和火灾速度，他们将在何时碰头？天堂的大聪明，请你提笔解答。话说很久以前，在 AV 界流传着一个笑话，名为小仲马的新人男优面对性感成熟的知名女优，在导演喊出用传教士时，空有先天优势的小仲马却不知道这是啥姿势。堂堂一个色情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居然毫无经验，是个憨处。小仲马沦为业界笑柄。此后，他成为色情大学招生宣传片里的常客。爱大学培养男优女优，填补色情业的角色空缺和各种洞洞，别让纯情小仲马的悲剧再度上演。用理论模型分析就业工具的硬度和长度，并利用辩证唯物论来解构在镜头前与陌生人啪啪，以方便他人学习手工。这一劳动模式的内在意义，它所创造的剩余劳动价值，将如何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爱大学可供选择的专业，除了最基本的单人、异性、同这3大类，还有修空调、出差、课后辅导、假送披萨、真送机等各种小分类。等拿到大丁博士学位，学校还会包毕业后的工作分配。爱大学的优秀毕业生遍布全国，在数千部小电影里挑战各种高难度动作。他们是行业的人上人，也是人下人、人中人、人体三明治。不要犹豫，赶快报名求学吧！
小荡祖上3代都投身色情界，为艺术献了身。轮到他继承祖业，重振家风时，他却被爱大学拒绝。招生老师认为他没有天赋，与其挤破脑袋去闯色情界，不如去当普通演员。于是小荡无奈地进入了话剧圈，用忧郁的神态，完美地演绎了莎翁的名作。功成名就后，有女粉找他相亲，小荡对他毫无感觉，冷冷地拒之门外。没拍过片的女人，他看都懒得看一眼。不过道具马看上了这名女粉，强拉强扯间，把名叫玛丽的女孩载去了餐厅。扮演码头的龙套哥粗俗无礼，谈吐毫无涵养，吃饭还吧唧嘴。玛丽深感厌恶，大手一挥，要拜拜了您嘞。这时扮演马屁股的龙套哥出口挽留，玛丽和他一交流，发现他风趣幽默，而且是个性感的小屁屁。从乡下前往大城市，投身话剧圈就是想出人头地，实现被性感女屁屁环绕的美好梦想。马屁很性感，玛丽很喜欢，一人一屁开始约会。马脑袋气得冒烟，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跟屁股成为情敌。玛丽和马屁一起吃饭喝酒逛街，在海边看夕阳，吹着恋爱季节撩拨心弦的风，马脑袋默默流下眼泪。明明是3个人的电影，他为何不能留下姓名？玛丽告诉小屁屁，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也最奇葩的约会，也许是命运让他们相会于此。白天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晚上的深入交流做准备。玛丽借口说要收往家里了，跟马屁住了宾馆，真的那叫一个响。马脑袋被挤到床尾，哀头叹气，他应该在床底而不是在床上。宾馆外，这个世界上演着更多荒唐。一名富有华裔精神的眼镜仔认为世界上所有动物都是人类假，猫狗鸟鱼都只是披着一层假皮。他哀嚎着消失在夜幕中，小动物们忽然撕下自己的皮，露出了伪装的人。他们挤在一起看电视，看到一场血腥拳赛，传奇巨星反转侠刚一上场就倒退走路跑下了擂台。他的对手好好先生以为自己被灭世了，不禁勃然大怒，是要叫反转侠剥皮抽筋，生吞活剥。话音刚落，他就被赤脚大仙踩扁，大仙一脚下去半身不遂，2脚下去凑成全身不遂。拳赛老板威逼大蟒怪穿上贪吃蛇的皮上台表演，提供节目效果。大蟒怪不想上台，百般哀求老板也没用。为了能和冒热气的家人过圣诞，他无奈上台，被观众们嘲笑装扮太假。大蟒怪一副弱小无助又可怜的模样，上了擂台表演生吞活人。这家伙的胃那叫一个强悍，被吃的好好先生大叫亚没得，观众们还在骂太假了，吃之前不用刀叉切好肉，连血都看不见，这是假吃。大蟒怪吃完了人哭嚎着下台，老板龙颜大悦，要他签3年的陪跑合同，没有工资没有休假，但每天都可以吃人。大蟒怪沉浸在负罪感中，没理老板独自离开。老板恼羞成怒，大蟒怪到处流浪，意外敲开了小荡家的门，来应聘当睡袋。他把嘴一张，小荡往肚子里一钻，睡得那叫一个暖和踏实。半夜饿了，还可以伸手从大蟒怪胃里掏着。好好先生的胳膊腿当鸡腿啃。艺术来源于生活，小荡把这些荒唐事儿拍成小电影，剧情反转、感情戏、人兽、猎奇、暴力血腥、牛头人等元素全都有了。招生老师一拍大腿，我从没看过这么操蛋的玩意儿，你被录取了。从此，一位色情界的抽象派导演应运而生。开豪车的老王在路上嘲笑骑自行车的交警：“臭条子，来抓你爹呀！”引擎轰轰作响，彰显车主的牛逼。老王扬长而去，但成年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得罪的不是一般交警，而是能把自行车飙过时速160迈的狼人。你就是世界级赛事冠军，也得老实，蹲拘留，吃罚单。这位干警之所以能狂暴突骑，全依赖他那一双健壮的腿。今天要讲的是一个超长的故事。话说，日本忍者界有一把传承千年的龙头宝刀 SSSG 龙头斩加14，水影企图将宝刀据为己有，带着下人们闯进草宝阁，不料中了埋伏，以龙头斩为诱饵，引蛇出洞者乃浪人洪福是也。下人们一拥而上，洪福拉长线打游击，一套回手掏接手里干连招，杀得忍者们落花流水。这群不入流的忍者喽啰中，有一勇猛小将，手持双刀和洪福单挑，两人打得有来有回。洪福夺刀后企图刺杀水影，小将大喊一声：“贼人住手！”扑上去和洪福纠缠。两个龙精虎猛的汉子拉扯扯间，交汇的目光擦出了激情的火花。他们情难自已，当着众人的面就开始啃嘴皮儿。水影咳嗽了几声，想把他们分开。我说两位鸡哥正打架呢，能不能看看气氛？洪福和小将不鸟他，脱了衣服开始深入交流。水影长叹一声，只能带着手下们到外面等。这一等就熬到了大半夜，忍者们烤火的烤火，睡觉的睡觉，还有个没逼一直在埋头挖坟，要当掘墓者约里克。水影看看天，看看表，这两个鸟人还没完事儿。年轻人这身体可真棒呀！在水影和手下玩了100把五子棋后，他终于忍无可忍，闯进爱巢，发现洪福穿上裤子不认人，把小将吊起来揍了个半死，带着龙头斩跑了。这一波赔了夫人又折了兵，水影恼羞成怒，发誓今生和洪福不共戴天。日本打得火热，美国也没闲着。一名小鬼头参观棒球博物馆，许下了长大要当职业棒球手的梦想。上班摸鱼的清洁工给年轻人讲起了墨菲教练的故事。众所周知，每一名清洁工都是深藏不露的故事大王。按照传统套路的开头，这故事是清洁工从老前辈口中听来
的。墨菲教授手下有一支年轻的菜鸟队，在初级联赛摸爬滚打，参赛以来全无胜绩，小队员们心灰意冷，盼望墨菲教练能够前来教他们反败为胜。这位一队之教练，墨菲人没来，只寄来了一封信，为错过了比赛而道歉，解释说他其实很想来的，但不小心和鲨鱼搏斗把腿弄伤了，下次一定，下次一定。小队员们读完信后感动得热泪盈眶，浑身又充满了干劲，开始加倍刻苦训练。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很快就取得了首次胜利。墨菲教练又没来，这回他的理由是自己赌马输惨了，必须进场打螺丝赚钱还债，两条胳膊还被传送带弄断了。继续战斗吧，队员们，等他长出新胳膊就来看比赛。队员们毫不犹豫教练的话，继续在赛场上奋战，夺得洲际冠军杯，杀向全国锦标赛，向着世界第一的巅峰攀登。墨菲教练无一例外每场都缺席，但他每次的理由都不一样：被流星雨砸晕2个星期，吸了太多二手烟导致住院，被苹果砸到脑子发明了物理，掉进兔子洞被爱丽丝绑架。只要是墨菲教练写的信，队员们都深信不疑。讲到这里，清洁工忽然夹断，想听接下来的故事，那就穿上工作服，继承清洁工的衣钵。等少年熬白了头时，轮到他给别的孩子讲这个故事。结局嘛，随便瞎编就是了。一路辗转漂泊的阿美丽卡的红福，在喧闹的街头上打坐养神，和他一夜激情的小将告别了太阳旗和忍者服，远赴千里来相会，要和红福成神仙眷侣。红福真美得很，小将抢过龙头斩，朝着心窝就是一刀。激情不存在的，不过是水影的任务罢了。红福吐血倒下，仰天长叹，痛，太痛了。多年以后，结拜的少年变成了大叔，向下一代孩子接着讲故事。菜鸟队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赢得了世界冠军。墨菲教练说，他的人工智能脑坏了，他在月球旅游迷了路，他穿越时空遭遇了猎犬。总之，教练一直不出现，菜鸟队只好一直打下去，从太阳系赛区杀向银河系赛区。墨菲教练的缺席成就了一段最伟大的事，他让男孩们成长为男人。孩子听完说，我呸，别以为我读书少就可以骗我，这破故事纯瞎掰胡扯嘛。老前辈告诉大叔，是时候给你看看真相了。储物间的那扇不起眼的门后面藏着上百箱信，老前辈就是曾经那个在菜鸟队里每次都声称收到了墨菲教练来信的孩子。事实上呢，狗教练缺席不假，但从没有写过信，直到菜鸟队夺得冠军，他才终于寄来一封写满脏话的信。他痛骂每一位队员，好像他们个个都是他的杀父仇人。事实证明，他就是一个烂到骨子里的混蛋，讨厌除自己以外的一切。看着孩子们嚎啕痛哭，他得意洋洋，撅着屁股开车路过，然后就出车祸被撞死了，活该，报应。老前辈告诉大叔，一切梦想的归宿都是垃圾桶，在我们打扫自己那一地鸡毛时，讲讲故事，给别的孩子留下做梦的空间吧。尊敬的顾客请注意，使用时光穿梭机时，请严格遵照使用说明书，任何不当的操作行为都可能导致世界毁灭。首先，一台质检合格的时光机必须得是通用牌。穿越时空有未来和过去2个选项，回到过去的旅途充满危险，一个小小的干预就可能彻底改变历史。比如有游客想杀死元首，结果自己糊了，因为纳粹发明了甲壳虫汽车，他的曾曾祖父母又是在甲壳虫上车震造的孩子，因此回到过去的旅客只能待在限制区里参观，唯一能带走的只有照片，唯一能留下的只有脚印。时间结构很脆弱，极易被破坏。相比而言，穿越到未来就安全得多，可以使劲的造。未来就是时间的垃圾桶。在2055年，反乌托邦未来世界，2位科学家创造了一台简易时空机器，想把一个球送回过去，进行某种无害的时空实验。为了防止机器被人发现，他们将其伪装成了公共厕所。结果一个路过的大叔误打误撞跑进去方便，伴随着他每一次哼唧用力，历史就被多一坨想改变。T800回到过去，因为少年康纳将在20年后以沃尔玛被开除老员工的身份偷偷说老板的坏话。为了阻止这一可怕的未来世界， T800要以容忍者之名教康纳学会宽容。宽容的具体行为准则就是政治正确，比如康纳躺在床上是在嘲讽墨西哥人懒，康纳揉眼睛是在嘲讽亚洲人眼睛小，康纳打哈欠是在嘲讽印第安人拍嘴嚎叫，这些都是种族歧视。学废了吗？只要先入为主设置好刻板印象，任何人的一言一行都可以被解读成种族歧视。这个世界实在太堕落了，必须要容忍者来纠正。T800在学校检测到白人姑娘和黑人男孩分别用2台饮水池，这是种族隔离，必须紧紧贴在一起。一对同肤色孩子在亲亲，这种异性恋行为是在歧视同性恋，他们必须和同性搞在一起。只在光天化日之下表达的只有激情，其他的都是异端邪道。T800还发现有些男孩丁丁很小，他大怒，难道你是白人，丁丁就一定要小吗？这是刻板偏见。男孩无辜的表示，我才8岁呀，你要咋的？T800还发现男厕所里全是带板兄弟，难道只有有丁丁的人才能上男厕所？这是性别歧视。随着大叔如厕越来越顺畅，历史被一大堆金克拉塞满，在恶臭中彻底变成了21世纪的形状。T800捍卫正道的行为越来越激进，有个男孩坐轮椅不和其他男孩一起玩，这是当众排斥男童，简直罪大恶极。男孩解释说自己半身不遂。T800勃然大怒，谁说腿瘸了就不能走路？这是歧视残疾人。当他忍无可忍，他吃个面包都能被T800检测出80种歧视。因为有穷人吃不起面包，所以康纳只能吃面包
面包灰来感受上帝的博爱精神，康纳要疯了。他要是被政治正确饿死了，去天堂铁定能把上帝的王八蛋掐死。蒂凡琳琳在厨房一顿忙活，硬是找不出布袋骑士属性的食材。最后他看到了一个黑人小朋友吃着墨西哥卷饼，穿着同性恋 T 恤。蒂凡琳琳非常感动，这才是未来世界的范本啊！我的任务完成了。蒂凡琳琳下了炸锅，重演了他的自我终结，向康纳竖起大拇指，告诉他世界上不存在宿命，命运是由自己创造出来的。回到过去的时空旅行者们学会了如何突破时间管理局限制，因为他们发明了时空骑士，不让旅客在过去到处乱搞，一套政治正确拳法打不死你丫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抛开时空隔阂，尽情吃喝玩乐抽大麻？过去的酒客纷纷表示，那你们滚回未来混闹去呀！蒂凡琳琳又杀了出来，认为酒客们的脏话犯了不宽容之罪。保镖说，你对我们的时代才不宽容。蒂凡琳琳一听这话很对，就无法反驳，那他就小穿一下，阻止自己说出那番话。一个时空 bug 出现了，蒂凡琳琳不断穿越，所有时空个体融合在一起，最后覆盖整个地球，毁灭了一切。结了婚的男人为了不回家，往往能搞出各种骚操作。老陈最近就给老婆说，第3次世界大战开打了，他被征召去国外打仗，还说邻居家老王、老张等人都一同入了伍。老婆3天2头打电话问他啥时候能回家。老陈先打开开炮打枪录音，让其他的人发出各种惨叫，说我正打仗呢，看这一波冲锋活不活得下来，没准这辈子都回不来了，在家安心等着吧。挂断电话后，老陈回到赌桌上，和老王、老张等人抽烟喝酒打牌，身上这套军装那是找服装厂定制的高仿货。这群中年男人合伙编造了一个世界大战的谎言，只为了能不回家。他们各种浪各种造，通宵打牌，整天灌酒，简直快活似神仙。隔壁桌还有 cos 德军的，在电话里骗老婆说上周打完1战，上周打完2战，这周是3战了，在家好好养胎，等他打够9个月仗就回来了。一群大叔喝着小酒，唱着歌，要来重演诺曼底登陆，在战壕里打排球，在西伯利亚打雪仗，珍珠港上喝威士忌，享受海风和阳光。日本战机投掷的是大桶啤酒，莫斯科保卫战是烧烤派对。这种快活的日子被一个二愣子打破，他居然把老婆带到战场上参观，简直是脑子瓦特了。为了防止男人们的终极秘密暴露，在这二愣子的老婆说出，你们这又吃又喝也叫打仗哦。男人们不得已开始互殴，表演赛很快就因为一声枪响演变成了真正的厮杀，于是假战争变成了真战争，很快就尸横遍野，世界迎来了一片和平。本届的主题是第1次世界大战。当战争的硝烟弥漫全世界后，老陈在战场上偶遇了 cos 德军的牌友，他说，眼镜仔老爹别老无恙，最近打牌手气如何？眼镜仔说，还好，大家输了钱都写欠条，现在他手里只剩一堆欠条，要追赌债得往地里挖。两人聊着聊着，周围的人全死光了，最后轮到他们打完最后一枪，俩人扔掉枪说，打个屁，走继续打牌。真战争结束了，假战争因友谊而继续。其他死掉的男人在天堂表示，妈的凭什么？cos 元首的小哥一瞧没战争可打了，本想饮弹自尽，最后选择乔装易容，躲过战犯缉捕队的搜查，开始新的生活。他把小胡子变成长胡子，士兵们大喊，长须者是希特勒。小胡子又把胡子一扯，士兵们又喊，面白无须者是希特勒。小哥被士兵们追得抱头鼠窜，冲出地下室，又被关卡守兵开枪拦截。他把小胡子往士兵脸上一贴，骗得士兵们自相残杀。最后他扔掉所有胡子，逃之夭夭。士兵们追上来时，见一只鹿在吃胡须，小胡子贴在了鼻头上，他们大喊，抓住希特勒啦！乱箭齐射，将小鹿打成了筛子，将鹿头游街示众3日，高呼希特勒已死，还说干掉元首真简单。多年以后，小哥变成了老大爷，给他的孙子讲起了这段往事。孙子对爷爷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大爷写完自传后，往壁炉里一扔，感叹说：“从此再也没人会知道他的秘密了。”这时，老婆喊他来厨房帮忙，大爷吓得赶紧从沙发上蹦起来，喊着：“第4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老伙计们在帐篷里齐聚一堂，继续抽烟喝酒打牌。大爷一杯酒灌下去，假胡子卡住了喉咙，活活淹死了。从此，男人们口中的假战争彻底结束了。一群比基尼美女坐游艇出海，却遭到了一头丁丁形状的巨型章鱼。这是个有关深海屁兽的故事，但故事的开端要从一场鸽子满天飞的约会讲起。小丽闲来无事搞网恋，和一个没见过面的男人好了2个月。两人相约线下见面后，男人用各种托辞放他鸽子。小丽在餐厅里苦苦等待，最终心灰意冷，一怒之下要让全世界的鸽子精去死。邻桌的帅哥忽然来撩，小丽很感动，只花了0.1秒就走出了恋爱未遂的阴影，要和眼前的帅哥好。然而撩他的不是帅哥，而是一位富裕者小月月。他声称自己是世上最棒的富裕者，一个人就能表演相声，甚至能表演百人大群口。要是他去中国发展，就没德云社什么事儿了。小丽对这个打扮华丽的家伙无感，借口自己在等男朋友，暗示他赶快滚蛋。小月月厚着脸皮死缠烂打，小丽佯装给男友打电话，她就用腹语模仿男友的语气跟他说分手快乐，然后老是不客气的上了桌。为了彰显自己的厉害，富裕者不停的表演，根本没听小丽在说什么。小丽心说又是个下头男。小月
月月不仅爱耍贱，还很孩子气，演着演着就和自己虚构的人物打起来了，打得番茄酱满天乱飞。小丽翻着白眼看了场笑话。小月月见自己的表演无法打动妹子，居然转喜为悲，吊着小珍珠说：“我不是最棒的赋予者，我就是个废物，我要跳楼上吊喝农药。”小丽嘀咕说：“你大男人要死要活的，你要不要脸啊？”但没办法，坦白说自己其实没有男友。小月月大喜过望，巧了吗？不是，她也没有。小丽已经受够了被放鸽子，还有毫无意义的一夜情。小月月点头说，她也受够了躲在车底或者躲进床头柜。两人聊着聊着，忽然碰撞出激情的火花，于是换了个地方开始第二场。一转眼天光大亮，赋予者提裤子就跑，又是一场无趣的一夜情。小丽冷笑一声，哼，男人，他受够了和这些卷毛猩猩纠缠，还是和好姐妹一起去旅游吧，游艇、大海、烈酒、BBQ， 还有解放身体的比基尼。姐妹们，干杯！黑妹嘟囔着她想背包游澳洲，而且没有帅哥，这算什么度假？马尾妹嗤之以鼻，说她不需要男人勾搭也可以玩得开心。小丽喝着酒，隐约听见赋予者的声音。小月月提裤子没多久，又想脱裤子了，于是不远千里来找她。小丽只送给她一句话：“我这辈子已经玩够丁丁了，你给我滚！”姐妹们一聊，发现她们都约过赋予者，然后都被上了一课，那就是别相信男人。四位集美喝着酒，忽然摇艇一阵剧烈晃动，从海中钻出数条巨大的触手，是章鱼怪。等怪物浮出水面，小丽一瞧，这玩意儿怎么长得像丁丁？难道是和废水搞出的全新品种？姐妹们以为死到临头，一名老船长忽然斩杀丁丁章鱼，救下了大伙。老船长的屁股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咬掉了。他说自己带着船员不远万里前来追踪丁丁章鱼，路途之遥远超乎普通人的想象，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失去所有船员和船后，老船长终于斩杀丁丁章鱼。姐妹们寻思，这个男人一看就很有故事，不如请他坐下来好好聊聊。老船长是美女如无物，最钟爱的还是美酒，有好酒便可畅谈，无好酒那就滚蛋。临别前他警告妹子们，刚才杀的只是丁丁章鱼幼崽，成年个体非常夸张，而且他记仇得很，这辈子都会紧追着妹子们不放。这艘小游艇恐怕不够他造的，妹子们很惊恐。这时大丁章鱼忽然出现，吓得妹子们掉进了船舱。老船长和大丁章鱼激情互殴，杀了个昏天黑地，让你的丁丁滚回深海去吧。老船长气势虽然足，奈何跟巨型章鱼打还是挺吃力，最后他也被扔进了船舱。大丁章鱼将整艘游艇死死缠住，触手疯狂抽打船身薄弱的地方，眼看船底千疮百孔，玻璃也快要压碎，海水不停地往里面灌，妹子们彻底慌了，恐怕他们还没有被吃掉就要被淹死了。老船长表示无能为力，能与一艘船共存亡，死前还有比基尼美女围绕，洒家这辈子值了。妹子们不想放弃，在小丽的号召下反抗出手，杀得正起劲儿，玻璃窗终于破裂，游进了一条屁股鲨。妹子里有位生物学家，看着这些诡异又猥琐的生物，简直想自挖双眼。屁屁鲨游向老船长，一张嘴吐出了一个屁股。老船长又惊又喜，原来屁屁鲨追了他这么多年是为了还屁股，太感人了。黑妹忍无可忍，决定闯出去试试运气，结果被触手一卷，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屁屁鲨自告奋勇要与大丁章鱼决斗，妹子们用比基尼内裤当弹弓，将屁屁鲨弹射出去，和大丁章鱼一顿鏖战。最后屁屁鲨因为体型差距悬殊，伤害等于刮痧，被大丁章鱼打飞，只剩下一个屁股，让触手抽中。大丁章鱼露出大嘴，凑近老船长，要效仿加勒比海盗里吃掉杰克的海怪。危机时刻，小丽摘下游艇的螺旋桨，扔进了大丁章鱼的口中，把他的五脏六腑全部搅烂。大丁章鱼被成功击杀，老船长失去了屁屁鲨，集美们失去了一位黑妹。这帮人在欧洲背包旅行，纪念黑妹，生的光荣，死的伟大。妹子们不知道的是，在大丁章鱼抱屁屁鲨的局时，老船长认出了自己的屁股，帮屁屁鲨逃出一劫。妹子们在街上闲逛，赋予者忽然又来耍剑，老船长骑着屁屁鲨杀出，一口咬死了这瞎头男，在妹子们崇拜的目光中漂洋入海，不知所踪。最近流行一款飞天小帽，这种新型头颅贴护伴侣非常适合需要出行的人士，分分钟带你从多伦多飞过密西西比河，没有堵车、拥挤等候，更不需要花1分钱，零排放、零污染、零消费，真正做到绿色低碳生活。飞天小帽它利用简单的节点固定和友好的交互方式，通俗来讲就是拿一根大螺丝钉钻进你的颅骨，有一点点疼，但是不怕哦。跟它的诸多好处比起来，这点痛算得了什么？换句话说，一点代价都不肯支付，只想白嫖，那你真是个人渣。飞天小帽能读懂用户的想法，你只要脑袋里一想，它就带你飞往目的地，不受任何客观条件影响。它完美适用于任何情形，知道你需要什么，哪怕喝得烂醉，也能帮你完成购物、逛街、被抢劫等一系列活动。它可以帮你做自己，然后你埋头睡大觉就行。它可以让你紧急避险，比如搏击时遇到对手不讲武德，专攻下三路，飞天小帽马上让你下路变上路。它可以让你在同事面前长脸，比如你说哎呀时间太紧，来不及出国去开会了，飞天小帽马上原地打洞，采用2点之间直线最短的原则，给你挖通到国外目的地。它甚至适合所有年龄段，哪怕用户死了也能继续运作。飞天小帽你值得拥有，现已推出3种型号，赶快抢购吧。哦不对，根本不用选，飞天小帽会主动选择你，不想当用户也得当。保持淡定，站好别动，敞开大门，敲开窗户，
脱掉衣服，保持微笑，乖乖就范，静等飞天小帽，都给我呜呼起飞吧！这是一个帽子太多的故事，因此受到少数群体指责，认为应该减少帽子出镜率，增加臭袜子出演的机会。年轻的美国队长由于啤酒喝的太多而大腹便便，被戏称为星条侠。他有一只宠物，状似乌龟，名为小鹰。观众朋友们可能就要问了，这明明就是一只乌龟啊，星条侠怎么乱喊？这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其实大家误会了。注意看，乌龟头上这道性感的缝合线，小鹰的脑花被植入到了乌龟的身体里，这就是超级英雄的怪癖。小鹰虽然背着壳子，爱的依然是枝头上的鸟。逛动物园时，它流连在比翼鸟的笼子前，流下了垂涎的口水，不对，是羡慕的眼泪。星条侠看出他的爱宠思春了，能让男人忘掉女人的最好办法就是玩枪，一把新枪就能忘掉所有鸟事儿。星条侠在街上一逛，发现有2个人长得可疑，不用多说，发扬美国精神，直接毙了他。路人笑得抱头鼠窜，星条侠捡起身份证件一看，英国步枪协会3K 的北美恋童协会，这是个大大的良民呀！多亏了他星条侠在，今天美国又是没有犯罪的一天。说着就带小鹰去吃大餐，在靶场练习枪法，一路人手一歪，打爆了小鹰的头。星条侠又给小鹰画了一副蛇的身体，可惜他鸟性不改。星条侠忙着遛宠物期间，美国人不知不觉全都被戴上了飞天小帽，和西班牙、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人对调了。这是邪恶不施的阴谋，要让美国彻底家化、墨化、西班牙化。邪恶计划还差最后一步，那就是调换美国精神的代言人星条侠。当周围的一切都不在美国时，星条侠决定远走他乡，去探索新大陆。这时，一名猩猩侠杀了出来，带着他的战宠老鹰。小鹰看呆了眼，这简直就是他的梦中情鸟呀！星条侠和猩猩侠大战，老鹰也恨不得啄死对方战宠，小鹰却摆出爱心，战场告白。猩猩侠正要代表墨西哥一刀砍死星条侠，枫叶圣公忽然从天而降，他说：“以加拿大之名，2位赶快握手言和吧。”墨西哥和美国对调了，但他搞到了一个按钮，可以让美国和加拿大对调。星条侠一寻思，自己这一天接触到的人都是假惺惺的墨家贱民、土包子、毒贩子，还有遍地辐射，简直在玷污他身上的星条旗，想想都觉得作呕。枫叶圣公拉大伙儿到加拿大使馆瞧瞧，嘴上说要好好谈判，其实是把人骗进去后引爆炸弹炸毁使馆。星条侠被炸得够呛，谴责枫叶圣公是个神经病。枫叶圣公冷笑一声，反怼说：“美国人不是更神经？枪支泛滥，吵架成瘾。今天他就要用这颗强力炸弹把美国给炸平了。”这时，小鹰偷偷去咬枫叶圣公，差点被一脚踹上仙人掌。焦兄早就被他的告白打动，扯身救回了小鹰。枫叶圣公上来就是一脚，把小鹰踩成几段。枫叶圣公发出大反派的笑声，他先将美国和墨西哥家化，然后家化全世界，全银河系。星条侠趁着他的装逼，一把抢走了移民按钮。飞天小帽载着4万万美国佬从加拿大飞回美国。枫叶圣公表示，他还有加化弹，只要引爆，方圆100里都会受到足量的加化辐射，效果强到能把希特勒变成特蕾莎修女。星条侠赶紧伸手一蹬，把球踢给了猩猩侠。猩猩侠用加拿大的国旗当球杆，一记漂亮的打球。小天使们护送着枫叶圣公和加化弹到深海中爆炸，炸出了一朵恢宏的枫叶云。合伙干掉枫叶圣公后，星条侠和猩猩侠握手言和。美国佬和墨西哥佬各自回家，小鹰又换了一副合敌身体，经常和老鹰视频通话搞网恋。纽约市长在出席公众集会时遭到了狙击手袭击，秘书情急之下扑上去用身体帮市长挡子弹，不过挂的不是他，而是他藏在怀里的小儿子。亲子盆防弹衣，每位成功人士的必备。秘书和市长哈哈大笑，虎父无犬子，看来我得多生几个才行呀。看完这条新闻后，2名男童警察表示真扯淡，他们绝不会干出拿儿子挡子弹的混账事儿。这是一个警察太多的故事，受到了少数群体的批评。他们说，他们没说什么，因为警察手里有枪。这对警察老爹肤色黑白配，收养了一个标准的金发白人儿子。男童的婚姻生活和耽美文学里有着天壤之别，充满了现实的酸臭味。2人可以为下班后谁做饭，甚至谁来点外卖吵个不停。最后话题一定会演变成谁更适合当警察。儿子每天听这些屁话，烦得要死。白人老爹还总是说，黑人老爹一辈子比不上他的老相好，那是位 gay 警，但非常的威猛，经常和白人老爹执行危险任务，出生入死，让感情更加牢固。可惜老相好在对付毒贩时不幸中弹殉职了。2位老爹吵得不可开交，真正表示自己是最棒的爸爸。儿子忍无可忍，怒斥道：“你们都不是称职的父亲。”他虽然没有读过警校，抓不了坏蛋，但不意味着他屁都不是。他想要的是2个普通的爸爸，而不是警察老爹。2位老爹表示，这样我们可以不吵，但警察这一职位，他们可不会为了儿子放弃。世界上只有3种人：警察、老爹和罪犯。儿子唯一要思考的就是长大后成为哪一种人。儿子长叹一声，觉得他在对牛弹琴。2位 gay 警发现他们在教育儿子方面居然很有默契，立即和好如初，开始在厨房里卿卿我我，吓人眼睛。这时他们忽然收到警队的任务，枫叶街有人虐待儿童，2名嫌疑人可能携带武器。gay 警老爹们赶忙出动。话说秘书用儿子救了市长后，回家加班加点造孩子，9个月后终于生出了一大窝 baby， 用这些婴孩挂满了市长全身，以及生物防弹服就成型了。不仅能挡子弹，还能打阿瓦达索命，只不过有点废仔，回头还得努力生啊。gay 警黑老爹找来1名警探，让他追查一件毒品案。
他带着一名新手警察摸到了毒贩的窝点，他本想一脚踹开门，不料被卡住了。毒贩们吓得直接朝着这条警腿清空了弹夹。新人警察不费吹灰之力就逮捕了这帮毒贩。他对警探这种惊世骇俗的破案手法腿法感到震惊和崇拜。医生让警探忘记腿里有20斤子弹，那么子弹就会慢慢变成他的腿骨。刑警和 gay 警让医生快滚。他们看电视打发时间，忽然看到一档绘画节目里，那个神经质的画家所画的风景图里隐藏着一具尸体。这显然是变态杀人犯故意嘲弄警方呀！警察们赶紧开始调查，查明了那幅风景画所画的具体地方——欢乐湖、欢乐峰。警察们赶到现场，四下搜寻无果。绘画节目里的那个画家好像对警方的行动了如指掌一样，他还故意画了2棵橡树来帮警察缩小搜索范围。等警方终于找到那具尸体时，惊讶地发现他竟然是市长，因而防弹衣也没能保住他的命，因为凶手直接一枪打爆了他的脸。秘书得知此事后非常后悔，早知道他就努把力，生个孩子给市长当面具不就好了。警察感觉受到了嘲弄，包围了画家藏身的屋子，将他就地正法，还在现场搜出了一盘光碟，写的是最新一期的绘画节目。警方将光碟交给秘书，秘书嘴上说着绝不会看，最终还是忍不住好奇，3更半夜是看了。画家在节目里不停地说，我们不会犯错，绝不会在节目里。而他所画的这是秘书的家，我们从不犯错。秘书琢磨着这句话，浑身冷汗直冒。不对，那不是汗，是血。错了，是红颜料哦。画家一刀刺下，现在才是血。小杰开着车穿过无聊的大街，忽然前面出现了一个前凸后翘的美女。小杰忙得眼泛桃花，嘴流口水，然后就和一辆老年车撞上了。警察赶紧来问话，小杰有一老友是他的安全带。安全带对警察说，警察同志，是那个老太太闯红灯撞了我们，她全责。警察二话不说，赶紧去抓老太太。小杰对安全带很感激，还好伙计太靠谱了，又帮自己救了场子。安全带呵呵一笑，区区小事，何足挂齿。这是一个有关澡盆男孩的故事。暧昧的酒吧，优雅的小调，2位小情侣正在喝酒闲聊。小杰端着酒杯跑上来就问女的，嘿妹子，怎么不找个拉拉？男方气得差点给他2拳，我拉你个乡巴棒！小杰喝得烂醉，走路扶墙根，2眼冒金星，把一个浓妆艳抹的肥婆当成了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安全带见小杰酒后失态，赶紧连哄带劝把他推出了酒吧。小杰在公路上激情醉骂，讲究的就是一个我命由我不由天。汽车飙过直肠科医院，一名红脖子患者正在向医生诉苦，他这病怪得很，身上没有半点问题，不咳不喘不头晕，就一样，他走到哪儿都能看到菊花。医生哈哈一笑说，这算什么病？自己不也天天带薪赏菊？红脖子说，大夫你没听明白，这事儿邪乎得很。病情从1周前开始出现。红脖子在超市购物，突然一旁人忽然裤子掉了，露出雪白的光腚。第2天他在街上逛，一骑单车的小伙子忽然撞上路标牌，赏他一脸雏菊。他往左看是白菊，往右看是黑菊，满城尽是菊花开。红脖子吓坏了，不管他逃到哪里，菊花都会如影随形。他盯上窗户，锁死门，把自己关在家里。结果打开电视，在跳扭屁股舞，遥控器坏了，沙发把他困在原地。猫咪推动电视，鹦鹉甚至给他戴上了3D 眼镜。他就看到那立体的屁股在眼前摇啊摇，晃啊晃。红脖子再三恳求医生一定要帮帮他，人不能活在只有菊花的世界里。医生表示，这可完全超出了医学范畴，恐怕是玄学问题。众所周知，医学的尽头是玄学，所以恭喜红脖子先生，你被诅咒了。医生让红脖子仔细回忆过去几周发生的事儿，看他有没有招惹什么人。红脖子一下就想起来了，他曾在街头遇到个吉普赛老太婆，向他伸手乞讨。红脖子不仅没给钱，还骂他是臭要饭的，有多远死多远。老太太忽然伸手一指，大喊一声菊花，然后就原地消失了。当时9杯酒一下肚，红脖子也把这事儿给抛到了脑后。现在想起来，肯定是臭老太婆诅咒了他。医生建议他参加被诅咒互助小队，这些人每周都会聚在一起，互相诉苦，抱团取暖。红脖子别无选择，照做了。美利坚人才辈出，诅咒也是5花8门。有人小时候毁坏了耶稣像，从此一哭就流血泪。反转侠偷了个埃及护身符，从此只能倒着走倒着说。有人让吉普赛玻璃匠吹拉弹唱，结果身体被吹成了玻璃。有人说着说着就开始脱裤子。红脖子绝望的大喊，这就是我的诅咒。他说明了事情原委，大伙儿都劝他为何不找老太太道歉呢？红脖子很固执，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向臭要饭的道歉。虽然他整天只知道吃喝拉撒睡，但他就是看不起乞讨的人。大伙儿又一顿劝，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较这劲儿干嘛呀？红脖子最终被说动了，冲出大楼去找老太太。这一路危险重重，各种屁股阻碍他前进。红脖子好不容易找到老太太，对不起，我错了，请解除诅咒。老太太当场拒绝，怀疑他不是真心的。红脖子恼羞成怒，自己大人大量给你跪下了，你居然给脸不要脸！红脖子气得跳脚，各种污言秽语骂个不停。老太太伸手一指，大喊：“你
刻，然后原地消失。傲慢和愚蠢的代价，红脖子会在新的一周里好好体会。话说小杰酒醒之后，精神饱满的开车出门，安全带忽然夺过方向盘，将车开进了一个小胡同。胡同里有个被绑的人，安全带递给小杰一把枪，命令他杀掉死人。他之前帮了小杰3次，现在要求小杰杀个人来偿还人情债。被绑的人一个劲儿说：“大哥，我错了，下周就还钱。”原来这根安全带暗地里还在干放高利贷的买卖，是道上的人呢。面对一个大活人，小杰实在不敢开枪，安全带一巴掌打翻了这个窝囊废。你不杀人，我先杀了你！这是安全带暴揍小杰时，被绑的人挣脱绳索，安全带不停打劫，把自己塑造成人形，这要一脚踩死小杰。被绑者捡起手枪，一枪将他爆头，得救了。但小杰损失了一根安全带，被绑者为了报答小杰的救命之恩，从此当了他的新皮带。很久以前，地球是一颗团结的星球，只有美丽的女人，和平普世，和谐大同，闪耀着耀眼的光芒。人类亲如一家，达到了科学、哲学和艺术的巅峰。人类已经站在了乌托邦的门前，但就在这时，不速之客降临了。臭名昭著的迪克星人入侵了地球，向人类投下了无数钉钉，许多女人受到污染，变成了男人。钉钉寄生虫吸取脑血为生，让宿主变得愚蠢好斗。最初，他们学会了用火烧人，后来发明了炸药炸人，接着发明了战争，来欣赏更多的爆炸。艺术就是爆炸。被钉钉感染的人类在短短数年之间，将人类取得的成就破坏殆尽。外星人至今仍未离开地球，战争仍在继续。还有邪恶的迪克，某著名厌男症晚期患者，捧着世界历史给女儿讲了这么一通魔改版人类史。女儿很高兴，幸好她留在家里学习，不然学校怎么可能学到这种新颖的知识？和其他孩子学的不一样，真是太酷了。这是圣诞特辑，过节嘛，没什么好说的。死亡金属乐队大秀摇头风，主唱一口咬到了跑来凑热闹的吸血鬼队的脑袋，台下观众见血更兴奋了。队如其名，演出不死个人，怎么对得起摇滚？世界各地都在努力发展娱乐产业，俗称找乐子。某偏远地区的国王天天看小丑表演节目，小丑绞尽脑汁整花样，无奈他们这边没联网，少了网络段子冲刷，小丑很快就黔驴技穷。国王脸色一沉，刽子手马上手起刀落，把小丑给咔嚓了。地铁是网络段子的催生地，证明人类多样性的绝佳舞台。当你听到一个人的口袋里忽然传来婴儿的哭啼声时，先不要嘲笑他，居然用这种声音当电话铃声，因为他可能用的是婴儿牌手机。婴儿牌手机你值得拥有，双卡双待，超长待机，防水防摔，功能强大，彰显你的抽象个性，让你成为地铁里最靓的仔。广告播送完毕，现在进入小故事时间。一参加完死亡金属演出的拽哥放假回乡下，一脚踹开了祖母家的门。现在是家庭轰趴时间，从现在开始不喝死个人，派对就永不结束。祖母背着带孝孙疯狂灌酒，喝了吐，吐了喝，一把老骨头几乎快被折腾散架。报应啊，都是报应！当年儿子儿媳把孙儿甩给他带，人到中年不服老的他，还处于每天酗酒轰趴不停的阶段。他天天给几岁大的孙子灌酒，终于灌出了一个混世魔王。地下的人疯狂，天上的人更疯狂。蓝航公司的飞机和对手成航公司的飞机相遇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两边的机长驾驶员不顾乘客的安危，开始在天上玩起了极速飙车，你顶我，我撞你，还拿乘客的行李箱当炮弹，把赛车游戏玩成了射击游戏。打光行李箱后，蓝航机长亲自端着来福枪登上了成航飞机，要毙了驾驶员。幸好飞机装的是防弹玻璃，成航驾驶员赶紧表演空中妲己，要把这胆敢模仿州长的狂人给甩下去。两架飞机朝地面垂直俯冲，随后掠过森林，蓝航机长差点被涡轮给吸进去。驾驶员赶忙去撞击救人，蓝航机长开始扯敌方机翼的电路线，成航驾驶员慌忙降低飞行高度，撞过成片大树。他们一瞧机翼，蓝航机长不见了，8成是被扫落下去了。成航大喜过望，正想飞回高空，云层里忽然钻出了蓝航飞机，俩机侧身而过。成航机长大怒道：“给我开炮！”可怜的乘客们又得和行李箱说拜拜了。蓝航只剩一个行李箱，只有一次开炮机会，驾驶员有点慌，这把要输呀。这时他忽然看到遍体鳞伤的机长爬上了飞机，他居然如此坚挺，还没有摔下去。蓝航机长迈开英雄的步伐，用仅剩的一片衣物遮住敌方驾驶员的视角。驾驶员抓紧机会打出了最后一发子弹，精准的命中了成航飞机的涡轮。在他坠落之前，蓝航机长跳回他的飞机，他们才是这条航线的王者，请问他们欢呼喝彩，吐得七倒八歪的乘客们用中指为这俩神经病给大力点赞。妈的，还我们行李箱！